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能让你精神一振的话题——钱。没错，谈钱不俗气，尤其是当我们聊的可是全球最值钱的货币。想象一下，如果你手上拿着一张看似普通的钞票，实际却是全世界兑换美元最多的硬通货，会不会让你瞬间觉得自己走路都自带 BGM？ 准备好了吗？别急，先点个赞，订阅我的频道。今天的视频保证让你又长知识又长见识。好啦，废话不多说，立刻开盘。第10名，新加坡元。新加坡是亚洲经济学霸新加坡的代表，新加坡元 SGD。别看它个头小，实力可是杠杠的。1新加坡元约等于 0.73 美元，这让它成功跻身世界最值钱货币榜单的第10名。那么，新加坡元为什么这么强？因为它背后有一个经济奇迹般的国家。新加坡这个小国家没有资源，没有土地，却靠着智慧和管理，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新加坡靠着金融、贸易和科技站稳了亚洲经济中心的位置。全球最繁忙的港口之一就是新加坡港，这里每天都有无数货轮川流不息，运载着从中国的电子产品到欧洲的奢侈品。更别说这里还是东南亚金融中心，银行和跨国企业扎堆，想不富都难。那么新加坡人均 GDP 是多少呢？约 7.4 万美元，全球排名前列。这不只是一个数字，而是对这个国家经济奇迹的最好说明。除此之外，新加坡的货币设计也充满特色，每一张纸币上都有精致的建筑或历史人物，展现了它的文化和现代感。所以下次如果你拿到新加坡元，可别随便花，因为这可是世界上最值钱的货币之一。还没看够？别急，我们才刚到第10名，后面有更让人惊掉下巴的货币等着你发现。继续往下看吧，别走开。第9名，文莱元。接下来登场的是和新加坡元并肩作战的文莱元。你可能会好奇，这货币长啥样？是不是跟新加坡元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答案是还真差不多。文莱元和新加坡元是挂钩的，汇率几乎一样，1文莱元大约能兑换 0.73 美元，所以他俩手挽手站在第9位。文莱这个国家可以用低调的富豪来形容，它的国土面积只有比利时的1半，但靠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整个国家都过着有钱人的日子。想象一下，这里的人可能从没为油价发过愁，因为他们家天然资源直接打爆表。文莱主要靠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说白了就是躺赚型经济。不过这个小国也知道资源不是永远的，所以近年来也在发展旅游业和金融服务。文莱人均 GDP 是约 7.9 万美元，全球顶尖富裕水平，比邻居新加坡还略胜一筹。值得一提的是，文莱元上的图案超级霸气，全都是他们的苏丹头像，寓意权力与财富。听着是不是很想捡一张试试？第8名，欧元。国际货币界的大咖，欧元 Euro。 如果说货币是一场选美比赛，那欧元绝对是那种国际范儿十足的选手。1欧元约等于 1.10 美元，稳稳站在我们榜单的第8位。但别看排名不高，它可是全球第2大储备货币，仅次于美元。欧元的实力不仅仅在于它的汇率，更在于它背后那19个国家的超级经济联盟欧盟。这些国家经济体各有特色，比如德国是欧洲的工业引擎，生产的汽车和机械闻名全球。法国靠时尚、旅游和奢侈品撑起半边天。意大利的美食和文化吸引了无数游客， GDP 也不差。欧元的经济影响力遍及全球，无论是贸易结算、储备货币还是外汇交易，欧元都稳稳站在顶流行列。在去年的2023年，整体 GDP 高达17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约 15%。人均 GDP 约4万美元，虽然不如榜单前几名，但在全球已经非常优秀了。欧元的设计也很独特，欧元的每一张纸币都有一座虚构的桥，象征着欧盟内部的团结和对外的开放。这些桥虽然在现实中不存在，但有趣的是，荷兰的一个小镇后来真的建了这些桥，是不是很有趣？虽然欧元很强，但欧盟内部的问题也不少，比如通胀、债务危机以及各国经济差距大。这些问题虽然让欧元面临压力，但也没能撼动它的国际地位。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欧元不仅值钱，还很有故事？不过别急，接下来还有更值钱、更神秘的货币登场，继续看下去，保证让你大开眼界。
第7名，瑞士法郎。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瑞士法郎 CHF， 它可是全球金融稳定的代名词。1瑞士法郎约等于 1.14 美元，妥妥跻身最值钱货币榜单第7名。先说个有趣的事实，每当世界乱成一锅粥，比如战争、经济危机，投资者的第一反应就是买瑞士法郎，因为它被称为避险货币。换句话说，瑞士法郎就像金融界的保险箱，稳得让人心安。那么瑞士的经济强在哪呢？1. 全球金融中心。瑞士是世界银行和金融服务的核心地带，银行系统以低调和安全著称。你的钱放在瑞士银行，睡觉都能香几分。2. 钟表王国。爱看奢侈品的朋友应该知道，瑞士出品的手表就是时间的艺术，比如百达翡丽、劳力士，全是从这里走向世界的奢侈品。3. 制药和科技，如诺华、罗氏这些制药巨头也来自瑞士。健康产业稳稳拉动经济。经济数据也不简单，人均 GDP 高达9万美元，直接跻身全球富裕国家的顶端。经济结构虽小却精，瑞士的经济多元化，从农业到高科技产业都很发达。这里给观众们一个冷知识，瑞士为了稳定经济，法郎的流通量一直很克制，货币政策被形容为滴水不漏。难怪瑞士法郎不仅值钱，还特别金贵。第6名，美元。现在轮到货币界的超级巨星美元 USD 登场。虽然它在我们的榜单中只排第6，但别小看它的地位，美元可是全球经济的带头大哥。不管你身处何地，提到美元，大家的反应都是稳、通用、硬通货。美元背后站着的是全球第1大经济体，美国 GDP 高达26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约1/4，而且全球超过 60% 的外汇储备是美元。换句话说，几乎每个国家的中央银行都离不开它。不管是从石油到黄金，大部分国际交易都用美元结算，它被称为全球货币。不管你在哪儿，只要口袋里有美元，就能通行无阻。为什么美元在榜单中只排第6？虽然美元的国际地位无可撼动，但它的面值并不是最高的。但靠着背后的经济实力和市场流通，美元的影响力可远超其他货币。从苹果到谷歌，全球最顶尖的科技公司几乎都来自美国。而且美国的军事和文化影响力不仅是科技强国，还是文化输出大国。好莱坞电影、快餐品牌无处不在。纽约的华尔街被称为世界金融之都，掌控着无数财富的流向。你知道吗？全世界有近 80% 的现金美元是在美国之外流通的。这说明美元不仅是美国的货币，还是全世界人民的信任票。虽然美元在这份榜单上只是第6，但毫无疑问，它是最有话语权的货币之一。接下来，榜单的货币会越来越值钱，准备好继续长知识了吗？别走开，精彩还在后面。第5名，直布罗陀镑。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一个超低调但很有分量的小地方——直布罗陀。这里的货币是直布罗陀镑 （GBP）， 汇率稳稳地与英镑挂钩。1直布罗陀镑约等于 1.22 美元，让它成功跻身全球最值钱货币榜单的第5名。直布罗陀是英国的海外领地，面积只有 6.8 平方公里，还没你家附近的大商场大。但它的位置非常重要，是连接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必经之地。这个地方虽小，但靠着旅游业、博彩业和金融业，经济活力十足。直布罗陀镑和英镑绑定，直布罗陀镑和英镑可以互换使用，而且设计风格也非常类似。不过，直布罗陀镑纸币上印的全是他们当地的特色，比如直布罗陀的猴子和岩石，辨识度非常高。虽然直布罗陀镑值钱，但它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本地，出境后还得换回英镑才能流通。别看地方小，直布罗陀的经济相当灵活。1旅游业。这片小小的土地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来这里看海景、野生猴子，还有直布罗陀巨大的岩石景观。2博彩业。直布罗陀是全球在线博彩业的中心之一，这里的法律和税收政策非常优惠，吸引了许多跨国公司设立总部。3金融业。作为一个英国的海外领地，直布罗陀在金融管理上沿袭了英式传统，成为了避税天堂之一。直布罗陀是欧洲唯一有野生猴子栖息的地方，据说这些猴子和直布罗陀的命运息息相关。传说只要猴子还在，
这片土地就永远是英国的。直布罗陀因为和英镑挂钩，而英镑本身就是世界上最稳定的货币之一。虽然直布罗陀的经济规模不大，但凭借地理位置和金融政策，这里成为了一个高效小强。第4名，约旦蒂纳尔。接下来欢迎我们的中东贵族货币约旦蒂纳尔 JOD 闪亮登场。凭借1约旦蒂纳尔大约等于 1.41 美元的强势汇率，它稳稳坐上全球第4值钱货币的宝座。话说回来，这个货币有点低调奢华的意思，不张扬却不可小觑。首先，你可能会以为约旦靠的是石油，但答案是，并不是。约旦不像很多中东国家那样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所以他们更依赖于经济多样化和稳定的货币政策来支撑蒂纳尔的强势地位。约旦央行对蒂纳尔采取了固定汇率政策，将其紧紧地与美元挂钩。这种方式虽然不让它飞速升值，但也保证了它的稳健性，不会轻易贬值。旅游业也是约旦的重要经济来源，拥有著名的玫瑰之城佩特拉和死海，每年都吸引无数游客来此打卡。约旦以中东地区高质量的教育和医疗闻名，被称为区域教育和医疗中心。而且由于地理位置特殊，约旦长期受到美国和欧盟的经济支持。即约旦的 GDP 总量约为470亿美元，人均 GDP 约为4500美元。虽然看起来不算高，但稳扎稳打是它的强项。约旦虽然没石油，但它有液体黄金死海盐。死海不仅是全球最低点，还生产世界著名的护肤品原料。约旦借此发展了一部分矿业和出口经济。约旦蒂纳尔的强势靠的是稳定的政策和国家的综合实力，而不是资源。这个国家用自己的方式在中东大放异彩，成为货币稳定的典范。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约旦蒂纳尔很有故事？第3名，英镑 GBP。接下来登场的是货币界的老牌贵族英镑 GBP。英镑不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货币之一，还稳稳保持着高价值的地位。1英镑约等于 1.25 美元，成功拿下榜单第3名。作为英国制造的象征，英镑堪称货币界的贵族校草，有颜值又有实力。英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00多年前，是世界上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之一。你想想，人家可是见证过大航海时代、工业革命、2次世界大战，硬核的让人佩服。英国是全球第5大经济体， GDP 总量约 3.7 万亿美元，经济强劲且多样化，从金融、制造到文化产业无所不包。全球金融中心的伦敦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汇集了无数银行和金融机构。金融业对英镑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强劲的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保险和创意产业，都是英国经济的中流砥柱。而且别忘了，劳斯莱斯、宾利这些高端汽车品牌可都是英国产的。好莱坞喜欢拍，但世界剧场都在演莎士比亚。英国的软实力也让英镑更加稳固。虽然英镑值钱，但近年来也面临不小的挑战，比如脱欧对经济的冲击、通胀压力等等。不过，英镑依然保持着高价值，这也证明了它作为老牌强势货币的抗压能力。英镑的高价值不仅仅是因为汇率，更因为它背后那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经济基础。虽然如今英国在全球的地位不如当年，但英镑依然是货币界的硬核选手。不过榜单还没结束，接下来的货币只会越来越值钱，千万别走开哦。第2名，阿曼里亚尔。朋友们，紧张的气氛开始升级。现在轮到榜单上货币界的隐形富豪阿曼里亚尔 OMR 登场。阿曼里亚尔以1里亚尔约等于 2.60 美元的超高汇率，稳稳拿下第2名。你没听错，1枚硬币就能买到2杯星巴克，还找点零钱呢。这可是货币界的贵族币。阿曼里亚尔为什么这么值钱？答案可以用3个字概括：石油。阿曼虽然面积不大，但坐拥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这里的石油质量高，储量足，出口赚的每一桶油都会在阿曼里亚尔的汇率上体现出来。除此之外，阿曼政府的货币政策也非常稳健，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让里亚尔成为了一个超级稳定的硬通货。阿曼的石油收入占 GDP 的 70% 以上，可以说是石油养活了这个国家。不过，他们已经意识到资源不能永远依赖，
所以开始推动经济多样化。阿曼近年来大力发展旅游业、物流和制造业，还在投资绿色能源项目，试图摆脱石油依赖症。阿曼的人均 GDP 约为 1.6万美元，虽然不及一些发达国家，但在中东地区属于非常富裕的水平。阿曼作为一个中东国家，虽然有石油经济支撑，但它的生活方式却更注重平稳和质朴。这里没有土豪的夸张奢华，但却有一种安定从容的气息。阿曼的人民享受着免费的教育和医疗，国家还提供各种补贴和福利，幸福指数相当高。阿曼里亚尔的高价值不仅靠石油支撑，更来自政府的精细化管理和对经济多样化的探索。这个不起眼的中东小国，凭借着稳定的货币政策，成为全球最值钱货币榜单中的亚军。但别急，冠军货币马上揭晓，它的汇率可是超乎你想象的高。别走开，继续看下去。第1名，科威特蒂纳尔。各位，终于迎来了今天榜单的巅峰时刻，登场的是货币界的绝对王者，全球最值钱的货币——科威特蒂纳尔 （KWD）。没错，这位冠军选手以1颗威特蒂纳尔约等于 3.24 美元的超强汇率，让所有货币望尘莫及。如果说货币界有天花板，那科威特蒂纳尔无疑站在最顶端。石油是最大底牌，科威特的石油储量全球排名第6，占全球已探明储量的 8%， 石油出口占该国 GDP 的 90% 以上，这就是科威特蒂纳尔值钱的幕后功臣。科威特政府实施严格的货币管理，将蒂纳尔与一篮子国际货币挂钩，包括美元，确保了它的稳定性和强势地位。科威特蒂纳尔不像美元和欧元那样流通广泛，它的流通范围仅限于科威特及周边地区，这种稀缺性也提高了它的价值。科威特的人均 GDP 约为 3.2 万美元，在全球富裕国家中名列前茅，福利毫无人性。科威特人民享受免费的医疗、教育，还有生育奖励金和住房补贴，政府直接给钱，你还要啥自行车？税收压力为0。没错，科威特没有个人所得税，石油收入已经让这个国家过上了富得流油的日子。科威特国土面积小，但地下的石油储量可以让他们继续躺赢几百年。为什么科威特蒂纳尔能成为货币之王？科威特不仅是石油大国，还因为它拥有强大的经济稳定性和严密的货币政策。作为中东地区的金融中心之一，科威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有资源又懂管理就是这么值钱。科威特蒂纳尔的高价值不仅体现了它在国际汇率中的碾压实力，更折射出这个国家对资源和经济的精准管理。它是货币界名副其实的王者。怎么样？看完是不是觉得科威特蒂纳尔果然配得上榜单第1？这就是今天世界上最值钱的货币的榜单，是不是被这些硬通货震撼了？别忘了点赞、留言告诉我你最感兴趣的货币故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见。